过去这大半年，全世界都在死死盯着同一个数字，不是股价，不是房价，而是一桶原油的价格。2025年的时候，国际油价还安稳地待在每桶50到70美元之间，那是一段几乎被人遗忘的太平日子。可是到了2026年初，这个数字就像一匹脱缰的野马，一路狂奔，轻松冲破100美元。中东基准油价甚至一度突破150美元大关。欧美的加油站前重新排起了长龙，全球的工厂主对着计算机反复按着成本，央行的官员一夜白头，而所有人心里都压着同一个问号：这匹疯牛会不会真的冲上那个只在末日新闻里才出现过的数字200美元？这个故事要从2026年2月底说起。那一个月，世界的火药桶被点燃了。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核设施发动了精准打击，一连串的空袭撕裂了波斯湾的夜空。2月28日，伊朗的最高领袖在打击中身亡，整个中东的权力结构在一夜之间天翻地覆。而真正让全球经济瞬间窒息的是那条只有几十公里宽的水道——荷默兹海峡。全世界大约1/5的原油和天然气都要从这条狭窄的咽喉通过。伊朗一声令下，海峡被掐断了，战前每天上百艘油轮穿梭的繁忙景象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空荡荡的海面和一条条标红的曲线。接下来的几个月是一场让人喘不过气的拉锯。2026年4月，双方达成了一份脆弱的停火协议，油价应声跌破100美元，全球股市一度欢呼雀跃。可是停火就像纸糊的，协议的墨迹还没干。以色列对黎巴嫩的空袭又起，伊朗坚称黎巴嫩也在停火范围之内，双方互相指责对方违约。油价在一天之内暴跌 16%， 创下2020年以来最大的单日跌幅，然后又在隔天暴涨 8%。 市场就像坐上了云霄飞车，把无数投机客甩得粉身碎骨。到了5月底，美国和伊朗再度交火，伊朗的飞弹射向科威特方向被成功拦截，双方勉强又签下一份60天的备忘录，把停火再往后拖。而到了今天，明眼人都看得出来，无论协议上的字写得多漂亮，荷默兹海峡的实际控制权早已牢牢攥在了德黑兰的手里。一位前白宫的能源顾问甚至直言，不管协议怎么签，在可预见的未来，伊朗都将掌控这条海峡，这一点根本不会改变。而这场危机真正的重量是压在每一个普通人的肩膀上的。在美国，加油站的价格涨到了2022年俄乌战争爆发以来都没再见过的高位，无数家庭的通勤成本陡然增加。在英国，本就高昂的能源账单再度跳涨，而这个常年依赖进口的国家，天然气的战略储备据说只剩下区2天的供应量，脆弱的不堪一击。欧洲的天然气期货价格在美以对伊朗动手之后直接翻了1倍，从你家的电费到超市里一条面包的价格，再到工厂运转的成本，这条看不见的传导链条正把波斯湾那把火的温度一寸一寸的烧进我们每一个人的日常生活里。这就是我们此刻所身处的世界，一个油价悬在战争价位上，随时可能再次引爆的世界。而就在这片混乱的硝烟之中，有一个人的名字又一次被反复提起，没错，就是帕克。为什么又是他？因为早在这场战争爆发之前，他就一次又一次地说过，伊朗的核设施会遭到打击，会有非常有针对性的攻击，不只针对领导层，还要彻底摧毁剩下的核设施，因为那些东西绝不能被完整的留下。他甚至预言了那位最高领袖的陨落。他说，这场冲突会迅速升级，然后又戛然而止。如今回头看这场2月开打的战争，迅速升级，然后在停火与违约之间反复横跳，是不是有几分他描述的影子？而他另外几个还没兑现的预言，更是让人寝食难安。其中最让很多日本人坐立不安的一个，要追溯到2015年。早在那一年，他就在书里写下，会有一个国家被一片巨大的毒气云完全笼罩。10多年过去，他补充了更具体的细节，这个国家很可能就是日本，地点在这个国家的北部，而时间大约在2026年的8月。他还警告过，会有一场重大的网络事件，可能会严重扰乱整个加密货币市场，
让无数人的数字财富在一夜之间化为乌有。一个关于毒气的古老预言，一个关于网络与加密货币的现代警告，这些预言此刻都像一把把悬在头顶的剑，没有人知道他们会不会又会在哪一刻落下。但这还不是最让我脊背发凉的地方。真正让我这次想跟大家深聊的是，当我把帕克最近这一连串的预言和一本1400年前的中国奇书摊开来并排对照的时候，我发现它们竟然指向了同一个方向，同一条时间线。这本书就是推背图。而在这场横跨东西方的预言对照中，有3样东西不断地浮现出来。第一样是那个冲向200美元的油价，第二样是我们头顶上那一张正在被悄悄织就的天网，第三样是一个年份2027年，一个仿佛一切都要在那一刻被彻底清算的年份。今天我们就顺着这条线一样一样的往下深挖。先说第一样，油价200美元一桶，这个数字到底是危言耸听还是真有其事？让我们先听听华尔街那些最冷静的脑袋怎么说。麦格里集团发出过一份尾部风险的警告，白纸黑字的写着，如果这场伊朗战争一路拖到第2季度结束，荷默兹海峡持续封锁，油价就有可能飙到每桶200美元。这是目前整个市场给出的最极端的估计。伍德麦肯兹的分析师也说，布兰特原油很快就会摸到150美元，而200美元并非全无可能。更狠的是高盛，他们警告，油价可能逼近甚至超过2008年的历史高点。要知道，这些可不是末日博主在喊话，而是掌管着数万亿资金的顶级投行做出的判断。那么200美元的油价到底意味着什么？历史已经给过我们2次血淋淋的教训。把时间倒回1973年，第4次中东战争爆发，石油输出国组织对支持以色列的西方国家实施了石油禁运，日产量一口气削减500万桶，油价从每桶3美元暴涨到12美元，涨幅高达 300%。 结果呢，美国的消费者物价指数一度飙升到 14.8%， 经济2度陷入衰退，美国车主排队数小时加油，日本的工厂因为燃料短缺被迫停工，战后20多年的经济奇迹戛然而止。那场危机彻底改写了全球的能源版图和货币秩序，盛行多年的凯恩斯主义从此失灵，能源安全第一次被深深刻进了国家战略的核心。再看1979年的第2次石油危机，尽管当时的供给缺口只有 4%到5%， 但实际的油价峰值竟然达到了每桶140美元，是当时的历史最高。雪上加霜的是，美联储主席沃尔克为了压制失控的通膨，把利率激进地一路加到了 22%， 结果引爆了那场著名的滞胀噩梦，经济停滞和恶性通膨同时并存，失业率峰值冲到了 10.8%， 无数家庭一夜返贫。而这一次的油价危机还藏着一个更微妙的玄机。在这场战争爆发之前，全球的原油市场其实是严重供过于求的，每天有将近400万桶的过剩产量压在那里。按理说油价应该疲软才对，可是地缘政治的那一只黑手一伸出来，整个市场的逻辑就被彻底颠覆了。技术指标在一夜之间从强烈卖出翻转成了强烈买入，这说明什么？说明在足够剧烈的战争恐慌面前，再扎实的供需基本面都可能被瞬间踩在脚下。而这恰恰是200美元这个极端数字最危险的地方。它不需要市场真的缺油，它只需要市场相信海峡会一直关着。你看明白了吗？石油从来就不只是一种燃料，它是现代世界的血液。每一次油价的剧烈跳动，背后都是一场宏观经济的系统性重定价，是一次财富的大洗牌。航空燃油、化工原料、重型运输，到今天都还没有完美的替代品，油价暴涨的传导链条依然牢牢存在。所以当200美元这个数字被堂而皇之地摆上桌面时，它真正预示的是一场可能席卷全球的金融海啸。难怪这场危机一爆发，各国就开始疯狂囤油，纷纷想要建立起一个能撑过90天的战略储备缓冲。因为大家忽然都明白了，把命脉交给全球供应链，在这个动荡的年代实在是太危险了。而油价的冲击从来不会乖乖地停留在加油站，
它会顺着现代社会那条环环相扣的链条一路蔓延。运输成本上涨，货架上的食品就跟着涨价，化肥的原料和能源价格飙升，下一季的粮食就可能欠收，发电的成本攀高，从工厂到医院再到你家的客厅，每一度电都变得更贵，一桶油的价格最终会化作千千万万个家庭账单上那一个个多出来的数字。这也是为什么历史上每一次真正的石油危机，最后都演变成了一场全面的经济危机，甚至一场深刻的社会危机。当生活的成本压垮了人们的耐心，那股火土过旺的急躁之气也就有了滋生的土壤。而最诡异的地方就在这里，当西方的投行在用一个个复杂的模型计算油价的尾部风险时，东方那本1400年前的推背图以及一连串的古老预言，竟然也不约而同地把矛头指向了同一段时间。2026年和2027年，在中国的传统纪年里，有一个让无数命理师闻之色变的词，叫做赤马红羊节。所谓赤马红羊，指的就是丙午马年和丁未羊年。按照60年一轮回的天干地支，最近的这个丙午马年正是2026年，而紧接着的丁未羊年就是2027年。为什么这两个年份如此凶险？香港的玄学家从阴阳五行的角度解释，丙午和丁未年火土过旺，社会的包容度会下降，人心容易急躁，旱灾、火山爆发、森林大火、爆炸这一类的灾害也比较容易发生。火土过旺，人心急躁，遍地爆炸。你再回头想想，此刻中东那一片熊熊燃烧的油田，是不是有种说不出的吻合？而这绝不是现代人的牵强附会，早在南宋就有一位叫柴旺的人写了一本叫做《丙丁归鉴》的书，他翻遍了浩瀚的史料，记录下从秦朝开始的1260年间，这两个赤马红羊的年份竟然一共发生了21次大的灾变。北宋的道士张继先也早就观察到，每逢5年或丁未年总是天灾人祸不断。你可能会觉得这不过是把巧合硬凑在一起罢了，可是当这样的巧合在1260年里反复上演了21次，当西周、北宋这样庞大的王朝都恰好在这两个年份里轰然倒塌的时候，再理性的人恐怕也会忍不住后背发凉。古人对这两个年份的恐惧并不是空穴来风，而是一代又一代人用血与火的记忆反复验证出来的一种沉重经验。火主动，主烈，主急，武为正南之火，未为火库之土。当这股能量在天地之间过度的累积，人世间的冲突、灾变与秩序的崩解似乎就格外容易被点燃。把时间再拉近一点看，上个世纪也有两个赤马红羊年，1906和1907这2年发生了黄冈起义，中华民国的雏形开始悄然萌动。再下一个赤马红羊年是1966和1967年，那场持续整整10年的浩劫拉开了血色的序幕。而现在下一个赤马之年的指针正稳稳的、毫不偏移地指向2026年。不只是赤马红羊，明朝那位神机妙算的刘伯温，在他的预言推背图里写过这样一句话：难过寅卯辰4年。寅卯辰巳对应的正是2022到2025这几年，意思是说，只要能咬牙熬过2025这个蛇年，老百姓就能盼来苦尽甘来的好日子。而唐朝的黄檗禅师诗里也有一句：刚到金蛇运已终。金蛇说的同样是2025这个蛇年，蛇年一过，国运就将迎来一个巨大的转折点，甚至带着改朝换代的意味。你发现了吗？东方那些尘封千百年的古老预言，西方那些西装革履的顶级投行，竟然在2026和2027这个节点上给出了惊人一致的答案。一个说这是火土过旺、改朝换代的赤马红羊节，一个说这是油价可能冲上$200，引爆金融海啸的危险窗口。而把这两者死死串联在一起的那根导火索，恰恰就是此刻在波斯湾燃烧的那把火。这是第一块拼图，但帕克的预言还有更深、更冷的一层。说完了脚下烧着的油，我们再来抬起头，看看我们头顶的天。如果你最近在夜空清朗的时候抬头看过，也许会注意到一些奇怪的现象。一串串排列的整整齐齐的亮点，就像一条会缓缓移动的珍珠项链，无声地划过天际。
那不是流星，也不是飞机，那是星链卫星。让我给你一个会让你瞬间坐不住的数字。如今，马斯克一个人就控制了全球大约2/3的在轨活跃卫星。2/3，你没听错，星链的全球用户已经超过了1000万，而他的目标是在2026年底之前把这个数字再翻1倍。平均算下来，他的火箭每一天都要往天上送3颗卫星。整片近地轨道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变成这一个人的私人领地。这张网到底有多大？星链如今已经在全球60多个国家提供服务，用户只需要一个地面的小小接收碟，就能在地球上几乎任何一个角落连上网络，哪怕是最偏远的荒漠、最孤立的海岛、最被战火撕裂的灾区。这份能力在和平年代是雪中送炭的善举，可一旦放到冲突、紧急状态和大国博弈的棋盘上，它就立刻变成了一种能够左右军事、政治，甚至人道结局的可怕力量。而更深一层的隐忧是，马斯克还计划把庞大的数据中心搬上太空。有专家就警告，如果各国再不警觉，恐怕连人工智能和太空计算的主权都要拱手让人。但如果你以为星链只是用来上网的，那就实在太天真了。在星链这个面向大众的闪亮招牌背后，还藏着另一个低调的名字——星盾。早在2021年，马斯克的公司就和美国的国家侦察局签下了一份高达18亿美元的机密合约，内容是建造一个由数百颗间谍卫星组成的庞大网络。这个系统一旦建成，按照知情人士的说法，将大大提升美国政府和军方的能力，让他们几乎能在全球任何一个角落迅速地锁定潜在的目标。你听懂这句话的分量了吗？这意味着地球的上空正在被悄悄织起一张无所不在的监视之网，你的一举一动理论上都可能被头顶上那些看不见的眼睛尽收眼底。有安全机构就发现，曾经有监控的恶意软件伪装成星链的主题来诱骗用户。这同一张通讯之网既可以被示威者使用，也可以被监控者和国家级的网络黑客所利用。更可怕的是这张网背后那一份难以制衡的权力。有评论一针见血地指出，星链已经把地缘政治给私有化了。在战区，这张网可以由一个人的意志随时开启或者随时关闭。2022年，乌克兰想用海军无人机去袭击克里米亚附近的俄军，马斯克却以自己对局势升级的个人判断为由，拒绝在那片海域开通星链服务，硬生生搅黄了一场军事行动。后来在乌克兰的矿产协议谈判中，又有传言说，如果乌克兰不答应条件，就可能限制他对星链的使用权。当一个私人供应商可以仅仅凭着个人的直觉就决定一个前线国家能打哪一场仗，不能打哪一场仗的时候，这早已不是一桩普通的商业买卖，而是一次主权的让渡，一种由不受任何人监督的个人所行使的战略权利。把这份权利放大来看，会更让人心惊。一个人同时掌握着全球2/3的在轨卫星，掌握着一家最前沿的人工智能公司，掌握着一张覆盖全球的通讯网络，甚至还一度深度介入到一个政府的核心事务之中。当这么多足以影响一个国家乃至整个世界命运的力量汇聚到同一双手上的时候，无论这双手的主人初衷如何良善，这种权力的高度集中本身就是一件足以让任何一个清醒的人感到不安的事，因为它意味着这个世界上某些至关重要的决定可能不再经过任何制衡，不再需要对任何人负责，仅仅取决于一个人某一个清晨的念头。正因为如此，全世界都开始警惕了。印度政府公开对星链的数据路由提出质疑，担心印度用户的数据会在抵达目的地之前先流经某些受监控的敏感地区，而整个系统的控制权都握在远在美国的那家公司手里，可以远程管理连接和路由，甚至在冲突地区远程改变覆盖范围。中国则在2026年1月直接向联合国安理会发出了警告，说星链这种商业卫星星座的无序扩张对全球的轨道安全构成了显著的风险，并且这些商业卫星正越来越多地被整合进侦察和战场通讯的架构里，加剧了外太空军备竞赛的风险。中国甚至传出正在研发一种新型的微波武器，
准备在必要时把这些卫星一颗颗地打下来。而欧盟想要追赶它那个对标星链的系统，最快也要到2029年才能投入运行，远远落在了后面。一张笼罩全球，由一人掌控，既能上网又能监视，还能随时让一个国家断网的天网。天网这个词本身就带着一股宿命的味道。中国人有一句老话叫做天网恢恢，疏而不漏，说的是天道的法网虽然看似稀疏，却没有人能真正逃脱。可讽刺的是，当这个古老的词汇被安在这一张由钢铁与代码织成的卫星之网上时，它的含义悄然发生了变化。这一次，那一双在天上俯瞰着人间的眼睛，不再是冥冥之中的天道，而是实实在在的由人所造也由人所控的机器。当人类亲手织起一张比天道更密、更无孔不入的网，去俯瞰自己的同类时，我们究竟是更接近了安全，还是更接近了某种我们从未真正想要的命运？把这个画面深深记在脑子里。现在，让我们翻开推背图。推背图的第56项，它的谶语只有短短16个字：飞者飞鸟，潜者飞鱼，战不在兵，造化游戏。请你一个字一个字，慢慢的去品味这4句话。飞者飞鸟，天上飞的不是鸟；潜者飞鱼，水里潜的不是鱼；战不在兵，这场战争打的根本不是士兵。造化游戏，这一切就像一场超越凡人理解的游戏。而这一项的颂语更是石破天惊：海疆万里尽云烟，上气云霄下极泉，金母木公公唤弄，干戈未接祸连天。意思是，这场灾祸的范围横跨万里海疆，向上一直延伸到九霄云外，向下一直深入到地底的泉源。那看不见的造化之手在幕后操弄着一切，刀兵都还没真正交接，可那滔天的大祸却已经接连而至。过去，很多人把这第56项解读成2020年那场席卷全球的瘟疫，因为飞者飞鸟，潜者飞鱼，也可以指那些看不见的病毒。当年那场瘟疫确实是干戈未接祸连天，战争的烈度不仅仅在于一国，这个解法在当时看贴切的让人胆寒。更有意思的是，在这一项的解读里还藏着一组精确的时间密码。古人说金母木公庚寅年，阴霾开始大兴文。后人对照之下发现，2010这个庚寅年，全球的雾霾问题开始成为大新闻。而到了2020这个庚子年，那场肺炎果然席卷而来。所谓金母木公，指的正是造化，是天地万物背后那一股冥冥的力量。它在幕后唤弄着一切，给迷途的世人一次又一次的警讯。如果说2010和2020是这股力量埋下的伏笔，那么此刻的2026会不会正是它揭晓谜底的时刻？但是现在，当我们站在2026年的此刻，重新读这16个字的时候，一种全新的、更加令人不寒而栗的画面浮现了出来。飞者飞鸟，天上飞的不是鸟，那是什么？是那2/3笼罩着地球的卫星，是穿梭在战场上空的成群无人机，上气云霄，向上直达九霄之外。这不正是那一张织在近地轨道上的天网吗？下极泉，向下深入泉源，这不正是潜伏在深海静默待命的核潜艇吗？战不在兵，这场战争打的不是士兵，而是代码，是开关，是监视，是一个人在键盘上敲下的一道道指令。而金母木公公唤弄，那幕后操弄这场造化游戏的又会是谁呢？当帕克反复警告一个无现金社会的监控陷阱，当他预言一个有人植入晶片，有人没有的两极社会即将到来，当他描述未来的监控将不只是看着你，而是会去操纵你和你身边的每一个人时，当另一些古老的预言也都不约而同地指向人工智能将会无孔不入地扩张它的影响力时，我们忽然惊醒，推背图里那个飞者飞鸟，战不在兵的时代，可能已经悄悄地在我们眼皮底下降临了。天网不再是科幻电影里的一句台词，它就是此刻正盘旋在我们头顶，占据了地球2/3在轨卫星，由一个人掌控的冰冷而真实的存在。这是第二块拼图，油在脚下烧，网在头上织。那么这一切
又将在什么时候走向它最后的结局？答案又一次精准地指向了那个让人心惊肉跳的年份——2027年。帕克描绘过一条清晰的可怕的时间线。他说，从2025年底开始，经过2026、2027、2028，一直延续到2029年，这未来的4到5年将是战争与灾难不断升级的阶段。他甚至提到一场可能牵涉到4个国家的大战。他预言，北约这个老牌的军事同盟将会被进一步削弱，而到了2030年前后，会有一个全新的国际维和组织从北约和联合国的废墟之中诞生，因为再也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愿意独自承担起当世界警察的沉重负担。他还警告，中国的经济问题可能会引发政治动荡，并且主导2026年的全球焦点。就连遥远的格陵兰岛，他都看得无比透彻。他说，那里的争夺表面上看是领土，可实际上争的是石油储备以及最宝贵的稀土金属，背后是一笔天文数字的经济交易。而在帕克的这幅末日地图上，中国始终占据着一个极其关键的位置。他反复强调，中国内部的经济困境可能会像一根导火索，引爆难以预料的政治动荡，而这场动荡所牵动的将不只是中国自己，而是整个世界的目光与神经。这一点恰恰和推背图那份浓厚的东方视角遥相呼应。要知道，推背图从第一项到最后一项，讲的本就是一部以东方为中心的兴衰史。它细到能点出关键人物的姓名，讲的全是国与国之间的角力，与一个又一个王朝的更迭。当一位英国的预言家把目光如此紧紧地锁定在东方，锁定在中国的命运上时，这本身难道不就是一种值得深思的巧合吗？而西方那位最著名的盲眼预言家对2027年的描述更加的直接。据说他预言2027年将会发生一场大事，一场改变整个世界秩序的大事。他没有说是战争，他用的词是一个系统的崩塌。很多人相信他所说的那个系统就是金融系统，就是钱的系统。与此同时，他对2026年的预言也包括了银行系统面临崩溃的风险、通膨失控以及全球性的经济困顿。他甚至预见俄罗斯的领导人会倒台，随后一位能够重塑全球政治格局的全新领袖将会崛起。而如果你把这位盲眼预言家对未来几年的预言完整的排开来看，会发现他和帕克的时间线竟然像是同一张地图的2种画法。据说他预言2025年欧洲的人口会因为战争、瘟疫或经济危机而大幅下降。2026年，一场可能席卷美国、俄罗斯和中国的大战将会爆发。而到了2027年，除了那个系统的崩塌，还会有新的疾病，或者说某种生物实验的产物悄然出现。更悬的是，他甚至把预言延伸到了星空之外，提到一个编号为3I阿特拉斯的星际天体将会掠过地球的附近，仿佛在为这人间的巨变配上一段来自宇宙深处的序曲。而贯穿他这所有预言的，还有一条最核心的暗线，那就是人工智能的全面崛起与失控。它将把影响力渗透进每一个行业，重塑商业模式，重塑就业，也重塑我们每一个人的生活方式。当一个无孔不入的人工智能遇上一张笼罩全球的监视天网，再遇上一套让你无处可藏的数字货币，你说那会是一个什么样的世界？一个系统的崩塌把这句话和前面所有的线索串起来，一幅完整的时间线终于清晰地浮现在我们面前。2026年，战争点燃了油价，油价飙升，引爆了通膨，通膨失控，逼迫央行不得不加息，而加息又像一根针刺破了过去10几年由廉价货币吹起的巨大资产泡沫。当股市、债市、房市像骨牌一样接连倒下的时候，2027年那场真正的大清算就这样降临了。而这场清算之后的世界又会是什么模样？帕克给出的答案是，旧的秩序将会瓦解，那个维系了战后几十年的军事同盟北约会在一连串的危机中被不断削弱。而到了2030年前后，一个全新的国际维和力量将从这些旧秩序的废墟之上崛起。因为当所有人都被一场接一场的危机拖得精疲力尽之后，再也没有哪一个国家愿意独自扛起世界警察那面沉重的大旗。
一个旧时代的落幕与一个新时代混沌的开端，似乎都被压缩进了这短短几年的时间里。更耐人寻味的是那个关于无现金社会的阴谋论。一些市场分析师早就尖锐地警告过，他们需要市场先彻底崩溃，才能名正言顺地推行一套全新的数字货币系统。当旧的以债务为基础的金融体系彻底死亡的时候，他们就能顺理成章地把所有人都推向一个更便于监控的数字化世界。你看，脚下的油价危机，头顶的监视天网，和2027年那场系统的大清算，这三者之间是不是恰好形成了一个完美而又恐怖的闭环？一场危机恰好为那张天网的全面启用铺平了一条康庄大道。当你的每一分钱都变成了纯粹的数字，当你头顶的每一颗卫星都在默默注视，那么一个无处可逃的时代是不是就真的来了？这种对一个全面数字化、全面监控社会的恐惧其实并不新鲜，早在许多古老的信仰与预言里就反复出现过类似的警告。当一个人连买卖、连最基本的生存都必须依赖某一个统一的、无法拒绝的系统时，自由也就走到了它的尽头。过去，这听起来像是遥远的预言，可是当无现金支付，当数字身份，当头顶的卫星监控一件一件的从科幻变成现实，我们才惊觉，那个预言离我们竟然已经如此之近。帕克所描绘的那个有人植入晶片，有人被排除在外的两极社会，或许就是这条路尽头最冰冷的一幅景象。而在中国的赤马红羊节里，2027年这个丁未羊年，往往是比丙午马年更深、更狠的那一刀。马年是动荡的开端，羊年才是清算的落幕。历史上那些最惨烈的巨变，常常都是在第二年才迎来真正血色的高潮。如果你觉得这还不够惊悚，那我们再请出西方那位预言之王诺查丹马斯。他在预言诗里写过一个反基督，说他的战争将持续27年，在这场漫长的战争中，不相信他的人会被杀戮、被囚禁、被放逐，血、尸体、大水和红色的雹覆盖了整片大地。而一般的解读都认为，这个恐怖大王是在1999年降临的。那么从1999年算起，27年之后是哪一年呢？你算一算，恰恰好就是2026年。27年的血色战争将在2026这个节点走向终局。27年，这是一个多么漫长的数字，从1999到2026，整整一代人的时间。如果诺查丹马斯的这份预言为真，那么我们这一代人从千禧年的钟声响起开始，或许就一直走在这条27年的下坡路上，只是身在其中浑然不觉。而如今，这条路似乎终于要走到尽头，尽头的那一边究竟是彻底的黑暗，还是雨过天晴的黎明，全看我们如何度过这最后也是最关键的2年。东方的赤马红羊节，西方的27年反基督之战，盲眼预言家口中的系统崩塌，还有帕克那条一直升级到2029年的灾难时间线，竟然全都不偏不倚的汇聚在了2026到2027这个窄窄的窗口里。这已经不是巧合2字可以轻松解释的了。有人会问，东方的推背图，西方的诸世纪，相隔千山万水，语言不通，文化迥异，他们为什么会在同一个年份上撞个正着？是这些预言家真的窥见了同一个未来，还是后人总能在那些模糊的字句里硬找出自己想要的答案？这个问题恐怕谁也没办法给出定论。通常认为，推背图的特点是预言的极细，甚至能点出关键人物的姓名，而西方的预言家大多只描述事件，不点名道姓，一个从东方落笔，一个从西方着墨，讲的却仿佛是同一件即将到来的大事，像是两束从不同方向打过来的光，最后在2026到2027这个点上交汇成了一束。也许这正是它最值得我们玩味的地方。与其说是要我们去恐惧某一个被注定的结局，不如说是在提醒我们去留意这个世界此刻正在发生的那些真实的不能再真实的变化。但是如果这个故事到这里就结束，那它就只是一个让人彻底绝望的末日剧本。然而
所有这些古老的预言几乎都在最黑暗、最深沉的地方悄悄留下了同一道光。让我们再一次回到推背图，在那个飞者飞鸟战不在兵的第56象之后，在所有的混战、动荡与清算之后，推背图的第44象描绘了一个截然不同的景象。第44象的图衬之中出现了一位圣人，很多解读者都认为这一象预示着在天下大乱、群龙无首之后，会有一位来自东方的圣人横空出世，他将传扬源远流长的中华传统文化，致力于去实现一个天下一家、四海升平的世界大同。乱世的尽头迎来的不是彻底的毁灭，而是一个全新秩序的开端。在无数的解读里，这位圣人所代表的东方，所代表的那股拨乱反正的力量，正是黑暗尽头的那一线曙光。而最奇妙、最让人起鸡皮疙瘩的连接点就在这里。帕克曾经不止一次地说过，他在梦中反复梦见一个身影，一个他亲口称之为中国的未来的人。据说那是一位女子，一位让某些当权者感到深深忌惮的人物。一本1400年前的中国奇书和一位当代的英国预言家，竟然隔着1400年的漫漫时光，同时把目光投向了同一个方向——东方，以及那一个将要在乱世之中横空出世的圣人。这样的呼应，难道也只是巧合吗？事实上，这位东方圣人的传说在华人世界里流传了千百年，无数人都在猜想他究竟会在何时、何地、以何种面貌出现。有人说，他会带着失落已久的中华正统文化重返人间；有人说，他要做的是把这个被各种纷争撕裂的世界重新缝合成一个和睦的整体，而把这份古老的东方期盼和一位西方预言家的梦境放在一起。那种跨越时空的奇妙共鸣，确实会让人忍不住去想，会不会在这场席卷全球的风暴正中央，真的藏着一个我们此刻还看不清面孔的转机？这就是所有这些预言留下的最重要的那一道光。他们在描述灾难的同时，几乎都在反复地不厌其烦地强调同一件事：未来是可以被改变的。帕克所依循的那一套古老的智慧反复教导，未来并不是一块铸死的铁板。他说，他之所以要把这些可怕的预言公之于众，正是为了鼓励人们发出积极的念头，发出真诚的祈祷，发出向善的想象，用这些力量去削弱、去化解那些灾难的冲击。换句话说，预言从来都不是一份冰冷的判决书，而是一份提前发出的饱含善意的警报。这一点其实在东方的智慧里也早有共鸣。中国人常说一句话，叫做天定胜人，人定胜天。命运或许定下了一个大的趋势，可人的意志、人的善念、人的选择，同样有着扭转乾坤的力量。历史上那些被预言的劫难，有的应验了，有的却在最后关头悄然化解。差别往往就在于，身处其中的人究竟是选择了沉沦与纷争，还是选择了清醒与善良。所以这些预言真正想教给我们的，从来都不是一份认命的时刻表，而是一面镜子，照见我们如果继续随波逐流，将会抵达的那个地方，好让我们还有机会回过头走另一条路。诺查丹马斯在他那些充满血与火的诗篇里，也罕见的、珍贵的留下了一首歌颂和平与希望的诗。他写道：天使般的人类子孙统治着我们，也保卫着共同的和平。他为了和平而在中途制止了那场战争，于是和平得以长存。他甚至说过一句更耐人寻味的话：如果在那个恐怖大王降临的时刻出现了另一种物体，那么那场毁灭就可以被避免，再巨大的战神也会失去他的魔力，那场大的战争就不会发生。只可惜连他自己也说不清，那另一种能扭转乾坤的物体究竟是什么。也许那另一种物体就是人心的觉醒。想想看，这是何等耐人寻味的一件事。古今中外这么多位预言家，在描绘了那么多血与火的灾难之后，竟然都不约而同地把最后的决定权交还到了我们自己的手里。他们仿佛都在说同一句话：我把这条路尽头的悬崖指给你看，不是为了让你绝望地闭上眼睛跳下去，而是为了让你在还来得及的时候，把脚步轻轻地挪向另一个方向。灾难的预言之所以被说出口，
恰恰是为了让这灾难有机会不必发生，让我们把所有的拼图最后拼到一起。我们此刻正站在一个历史的隘口之上。2026年，赤马之年，火土过旺，战火在波斯湾熊熊燃烧，油价悬在$200的悬崖边上。我们的头顶，一张由2/3在轨卫星织成的天网正在悄然成型，飞者飞鸟，上气云霄。而所有的预言，无论是东方的推背图和赤马红羊节，还是西方的盲眼预言家和帕克，都把手指共同地坚定地指向了2027年那个丁未羊年，指向那场可能席卷一切的大清算。油在脚下，网在头上，清算在前方。这似乎是一个无比沉重的剧本，但是请你务必记住，无论是帕克所依循的那套古老教诲，还是诺查丹马斯的诗，还是推背图最后那个世界大同的愿景，他们都不约而同地把同一扇门留了一道缝，那就是天定虽然能胜人，但人定亦能胜天。预言所写下的从来都不是命运的铁律，而是一种趋势，一个如果我们什么都不做，就一定会走向的方向。无论如何，有一件事是确定的，我们不再是站在历史之外，翻看着一本早已写完的旧书的读者，我们是正在亲手书写这一页的当事人。波斯湾的火光，头顶的卫星，银行账户里那串随时可能变成纯数字的存款，这一切都不是遥远的传说，而是此刻就在我们身边真实上演的剧情。预言为我们标出了那个叫做2027的坐标，可走向那个坐标的每一步路，是由我们自己一脚一脚踏出来的。未来这2年，会不会真的出现$200的油价，把全世界拖入一场新的大萧条？那一张笼罩全球的天网，最终会把我们带向一个无处可逃的监控牢笼，还是会在某一个转折点上被人心的觉醒所悄悄化解？2027年的那一场大清算，到底会是旧世界冰冷的终结，还是一个世界大同新秩序温暖的黎明？没有人能给出100%的答案，因为这一份剧本是用铅笔写的，而不是用墨水。而握着那一块橡皮擦的，从来都不是天上的星辰，也不是地上的预言家，而是此刻正在听我说话的你和我们每一个人。